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你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肝大宝是否开心？咱们有很多朋友啊，其实这个地方啊并不是很好，但是呢他自己不知道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以前的人啊，把它戏称为叫做哑巴器官，它在里面不会说话，但是干着的活啊是真的是又苦又累。我们讲这个肝大宝啊，我们所有不好的这些毒的垃圾啊，都是由它处理的。但是呢，他在这里啊，哪怕他的工作再累，他都不会吱声啊，他所以呢叫做哑巴器官。以前的人把它称之为叫做将军之官，可想而知它的一个重要性。当他如果工作能力不强了，他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，有一些情绪了，他就会慢慢的忍着积累着，直到某一天他爆发出来，那么他就会变硬。变硬了以后，再往后拖一拖，就是一个品一个山，那就更麻烦了。咱们有很多人啊，知道自己的肝大宝不开心，不知道有什么办法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今天这个视频你认真的看，我会教你一个非常厉害的方法。咱们首先先讲一下肝大宝不开心，咱们自己怎么去看。三件事，一个字叫做黄。什么叫做黄呢？脸上发黄。眼珠子啊，眼白这儿发黄，有的时候它出来的这种东西啊，黏糊糊的。我们说肝宝宝的火苗大，它一出来的黏糊糊的，白的黄的在一起，每天睡醒总是在这儿出来，这个也是一种黄。还有手掌黄，你看肝大宝不开心，它里面这些不好的东西怎么出来？就是通过一些其他的形式出来，这个呢就是要黄。黄了以后，首先咱们就要找到肝大宝啊，除此以外，你还会没有劲。肝大宝不开心的人啊，他身上会没有劲的，做什么事都没有劲，哪怕让他拧个毛巾，他都感觉手上啊这个力气啊用不出来，往这一坐啊都感觉到累。这个呢也是要找到我们的肝大宝。还有一个啊，就叫做臭。肝大宝不开心，你想一想，它是本身就是处理一些不好的东西的。当他的工作能力下降，我们身体当中坏的东西出不去怎么办？它总得有地方出来吧？嘴巴里面出来了，有味儿。它会让你变得很苦，变得很干。这个味道啊，它不是你刷个牙或者吃个口香糖就没有的，一直在这儿。哪怕你吃一个饭，这个饭味道是正常的，吃口菜味道正常的，过一会儿它就开始苦了。这个味道特别的重，特别的浓，很多人离你远远的，这个就是要找到我们的肝大宝。包括有很多朋友他身上有散发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，我们有的人说这叫老人味，其实不是的，这就是因为你的肝大宝出现问题了，坏的东西出不去，它以味道的形式出来。还有一个字叫做油啊，头发上面特别容易常见。这头发2-3天不洗或者1天不洗，上面厚一层，就像打了发蜡一样，这个都要注意。所有的家人朋友们记好了，肝大宝不开心，咱们一定要提前的重视起来。你不能放任它不管，你放任它不管的话，它就会慢慢的磨着你，直到最后变硬了，那就更加麻烦了。怎么办呢？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牛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其实很早之前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，以前我住的这个村子里面十里八乡都非常有名。这个方法已经帮助了很多人。像我以前老家的村子里面啊，出来过一件事，这件事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，我才知道。就当时有很多的人，他因为长期的吃不到好的东西，他这个脸上啊，他黄，特别的黄。我们以前的人把它称之为叫黄病，就脸上黄，手掌黄，这个眼白黄，有的15、16岁的小孩都有啊，那年纪大的那40、50岁、70、80岁的都有，这黄黄的，然后整个人呢用不出来劲。以前的人啊把它称之为叫黄病，后来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长期吃不到好的东西，包括你的营养缺乏，那这个肝大宝这里出问题了。后来来了一位郎中，这位郎中他十里八乡到处跑，特别的有名气，家里面就祖传下来的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郎中啊，过来了以后，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啊惨不忍睹啊，个个人干活也没有劲，脸上都发黄啊，苍黄的。后来怎么办？他从他包里面拿出一种东西，说让村民们上山去找。那么我们老家那个村子里面的山啊都特别的高，他说你一定要在海拔1000米以上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往山上去走，到了山顶，找了最高的山，这个山顶去找同样这个草。找到以后，你把它回来煮水去喝。那么这个东西是啥？他手里面拿的就是被称之为5珍之一的感黄草。这个草是以前李时珍梦寐以求都想去得到的这个草，非常的稀有。它生长的环境啊，都是在这种高海拔当中，像野草一样的。这种草采下来以后，把它大火炒干，然后放在水里面再煮，就能把里面好的东西发出来。为什么叫感黄草？后来村子里面的人吃完以后就知道了，
脸上慢慢的，哎，这黄色没有了，逐渐的有力量了，干活也有劲了啊，这个身体的状态逐渐上来了，这才知道了，原来它专门是养着我们的肝大宝，能把这个黄色的东西给它请走，这就叫赶黄草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咱们有很多朋友啊，常年被湿气缠身，有的朋友被缠着3年，有的朋友被缠着5年，更多的朋友啊是束手无策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其实，当我们湿气一重的时候啊，就应该首先想到我们的脾胃，脾胃弱了，则湿气而生，而且这湿气啊不仅仅是湿，它还会变得非常的粘稠，变成痰湿之气，带着一丝寒气，变成寒湿之气。所以呢，我们首先一定要想到我们的脾胃。其实我们说到脾胃的时候啊，那很多朋友啊都会说，哎呀，老师，我脾胃不好，我经常看东西吃不下去，或者是我经常往上反啊、酸啊，有的朋友啊出来的黏糊糊的，脾胃不好啊，其实影响的非常的多。咱们简单举几个例子，就拿50多岁左右的一些女性朋友来说，咱们有很多朋友啊在更年期左右，那么如果脾胃一旦不好，那么紧接着身上的气血的状态就会快速的往下去滑，而且你会发现自身的免疫能力也会下降。除此以外呢，如果你的脾胃常年是处于一种非常冷的状态，你会发现你吃进去的东西根本它不会往我们里面走，变成能量，转一圈哗一下就出来了，出来的是黏糊糊的，或者像水一样。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啊，因为常年脾胃不好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肚子这里啊是一天比一天大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因为水湿全部跑出来了，你自己用手摸一摸，还会发现没有一点热量，全是冷的。毕竟老祖宗把我们的脾胃称之为叫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。脾胃只要好了，你会发现吃进去的东西能变为能量，你的状态就会蒸蒸日上。但是脾胃只要不好，你会发现整体的状态快速下滑，各种各样以前不找你的小麻烦也来咚敲你的门。那么脾胃弱的人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南怀瑾老师啊曾经分享出来一个方法啊，这个方法令很多人受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也借此机会把这个方法分享出来。咱们准备啊，花椒6到7颗，艾绒1小撮，桂圆肉1颗。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里面，把它研磨碎了，加上适量的蜂蜜，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。这一颗颗的小丸子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小看。你要知道，艾绒是什么？艾绒是至阳之草，它对应的就是一种太阳。当我们把这个小丸子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的时候，艾绒就相当于在我们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凭空升起一把火，这把火把里面不好的水啊、湿啊全部给它赶走。那么同时呢，再加上花椒，窜走能力非常的强，然后再加上桂圆肉。桂圆肉呢，不仅我们以前像桂圆莲子啊、桂圆红枣啊，它吃起来对于我们的气血非常棒。同时呢，从我们这里走，另辟蹊径啊，从我们的肚脐进去，脾宝宝非常的喜欢，而且桂圆肉能够很好的让我们红色的水啊快速的生发出来。所以这3样宝贝合在一起放在肚脐当中，咱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放，睡醒了就把它撕掉。有很多朋友啊，因为这个丸子特别好，他想了另一个方法，就是把它再放在我们脚底的涌泉。哎，你别说，脚底涌泉一放，你发现在冬天的时候就不一样。我们很多朋友上热下寒，脚底的2扇门给它一封，这个艾绒啊，包括花椒啊，从我们脚底里面进来，那感觉更加不一样。整个人啊状态就不一样了。那么今天这个方法呢，可能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，感觉非常的好，自己又没有时间去做，怎么办？那么接下来我来把我们湿门当中的肚脐贴拿出来给大家看，这是已经做好的成品，用起来非常的棒。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，就是我手里面拿着的这盒肚脐贴，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了脾胃，而且这盒肚脐贴在冬天去用的时候，感觉更加不一样。我们从里面啊，先拿出一颗小丸子，这颗小丸子大家可以看到，上面啊是一层油脂，封得好好的。为什么咱们上面要用油？因为这个油可以把这个味道给封住。一般人都不知道，我们这个小丸子塞进肚脐当中也好，塞到脚底也好，都是以味儿取胜。我们打开盖子以后，判断肚脐贴好不好，首先也是闻一下。
如果你一闻起来这个味道啊非常的浓郁，那么它里面的材料肯定非常真，因为味道是骗不了人的。所以这个肚脐贴从你到手轻轻一闻，哎呀，你会发现里面的所有的像我们讲的艾绒、桂圆、花椒都在里面。那么除此以外呢，这个肚脐贴它还配备了一个小小的封贴，我们自己用的时候把它撕开，加上小丸子，直接贴在我们肚脐当中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省事，非常的方便。咱们有很多人啊，用完肚脐贴以后啊，说老师你介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棒了，我用了5、6天，用了7、8天以后，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你说的这样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？其实我在分享肚脐贴的时候啊，我自己之前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有段时间呢自己这里状态不好，出来的都是黏黏糊糊的，上面还感觉苦苦的。我把这个肚脐贴啊每天贴在肚脐当中，脚底的2个涌泉我都贴上了，贴上了以后呢，过了3天左右啊，就感觉里面升起了一把小火苗，这一圈感觉到热热乎乎的，2个脚底当中也感觉到热热乎乎的，就感觉好多的一些冷的潮的全部被赶走了。那么用完一段时间以后，你会发现逐渐的变强壮起来，而且身上变得更加有劲，这个都是平常不曾拥有的。你如果说没有用过肚脐贴，你一定要去试一下咱们师门当中的肚脐贴，所有的材料都是甄选的，包括艾绒、包括桂圆、包括花椒，都是非常有讲究的，每一道工艺都是非常认真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咱们只要方法选对了，你会发现其实用起来啊非常的简单，用完以后感觉也会非常的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所有的家人朋友们，我把这个肚脐贴呢放在我下方的橱窗当中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去下方的橱窗当中获取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秋冬天的时候啊，鼻子会非常的干燥，而且有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喉咙这里啊总是卡着一些痰。我们这里呢有一位老人家，今年95岁，我在前2天才去拜访，因为拜访的时候呢，我自己的鼻子啊也有一些哼哼，所以当时这位老人家呢就给我指出了一个方法。那这个老人呢非常的厉害啊，他可以说是他的父母到他的子女都是3代从医，而且呢他自己有丰富的经验，他教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我当场试了，试完以后我就对他竖出了大拇指。当时呢这位老人家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叫做从古至今啊，观2者啊，2者是哪里呢？叫上为鼻，下为腹。鼻子呢是我们面部之王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鼻子这里啊出了问题，你会发现，你看从上往下走，我们的眼睛会流泪，嘴巴里面没有味儿啊，包括我们的耳朵，你听东西也会受到影响。那么不仅于此，鼻子还分上下2节，我们往下走，从我们的中间啊往下走，这里呢应对的是谁？我们的脾大宝、胃大宝。往上走呢，就是我们的胆大宝同学。如果你上面啊出现了一些点点的或者一些小红丝，下面这个位置出现了，比如说青色、黄色，包括黑色，这都是不好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这位老人家说有一个方法非常的有用，也是他教给我的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就是一指天突。什么意思？你看好，我们找到我们的天突，从中间往下画，画下来以后，这个位置有个小凹坑，就是我们的天突。一个手指啊指着天突，另外2个手指捏住鼻子，从我们的鼻尖开始慢慢往上，这叫鼻尖开道，从下走到上啊。我们近距离的可以看一下，慢慢的往下走啊。我们这个手一直要按着天突，千万别松啊，按下去以后有一些酸溜溜的，甚至哎呦呦的感觉。那么我们这个鼻子这里呢，一定要开道，从下到上，我们10下。啊，我带着大家做，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跟上我的动作啊！来4、5，眼睛可以闭起来啊！来6、7，慢慢做啊！这个动作做起来很快，但是呢不是很疼啊，速度稍微快一点，有点像蜻蜓点水一样。来8，好9、10，好，这个叫做我们的鼻尖开道。开完道以后，为谁开的？就是为迎香。所有家人朋友们做到这个环节，有的朋友眼睛一睁，发现亮了；有的朋友呢，里面开始有一些东西往上呼呼的开始出来了啊，一些痰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其实还没完，我们要找到我们的迎香。迎香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鼻翼2侧。记好了，迎香这个地方一定要怎么样？点住往上提，你看，我们点住它往上提，先点进去后上提，提上去找到这个台阶以后，我们感受一下，整个从我们的鼻子开道一直到我们的脑门，有一种上窜的感觉。好，保持住10秒钟。所有朋友们啊，我们倒计时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
一，好，做完以后，缓缓的我们轻轻吸口气，感受一下这个吸气的感觉，是不是直接能到底了？那么我们做完一组以后，再来一组，这个一共要做5组，我们每一组的感觉是不断的叠加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芥末啊？吃过芥末的话，你会发现从我们这里往上有一种冲的感觉。其实我们迎香找对了，往上这么一提，你看又有一种冲的感觉，直接到我们的脑门。然后我们来倒计时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做完以后，你把眼睛睁开来啊，感受一下，吸口气。感受一下，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？我们这个动作一定要记住，叫做一指天突。找到天突以后，鼻尖开道。为谁开道呢？就是我们的迎香点住上提，然后哗一下上去。迎香点住上提，10秒钟为一组，我们做5组，每一轮的感觉都不一样。今天视频呢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5组不做完，我们点到为止。那么大家如果感觉这个动作好的，把它收藏下来，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，我相信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做完了以后，比如里面的水变多了。往上会涌着一些平常出不来的东西，然后呢，同时你的眼睛亮了，吸一口气，哎，感觉不一样了，都可以做这个动作。特别是在冬天，这个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好。好了，今天内容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湿气重的朋友们，你千万别拖。咱们说湿气啊，有3个阶段，咱们可以自己给自己评估一下。第一种阶段呢，就是单纯的湿气。这种类型的湿气呢，往往啊是比较轻微的，但是它带来的这个困扰啊却并不轻微。有很多朋友啊，比如说什么事不做，往这一坐就感觉到累，天天从头到尾呢做一些事啊，总感觉到特别的疲劳，而且呢对一些事物啊容易产生厌倦感。时间长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免疫能力啊、你的工作状态、你的生活状态啊都会下降。这些呢就是湿，它到处跑到哪里以后啊，哪里就会感觉到沉重，而且这种湿呢，它喜欢往下面去流，比如说聚在我们的脾宝、胃宝，你会发现脾胃不好，往下去走了以后呢，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啊特别的沉，抬都抬不起来，这个就是第一种阶段。第二种阶段呢，你会发现这个湿气啊不仅仅是湿的，它会和寒气啊混在一起，我们称之为叫湿寒。湿寒之气呢，它容易钻啊，它喜欢钻在哪里呢？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啊，比如说我们的膝盖，比如说我们的脖子、后背这些地方，它都会逗留。逗留在这里以后，特别是到了冬天，你会发现它慢慢的在里面以后就会出现酸啊、胀啊，有些朋友会感觉到往骨头里面、缝缝里面钻的这种感觉，这种就叫湿寒。而湿寒钻得很深，一般的话它往里一钻，它就待着不走，所以呢，你想把它请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的。第三种湿呢，就是湿聚多为痰，我们称之为叫痰湿。痰湿之气啊，可麻烦了，它会往你的5脏6腑里面去钻，比如说影响到我们整个脾胃的一个运化，你会发现出来的东西都是黏黏糊糊的。往上走呢，这个舌头啊很胖很大，而且白的、黄的、有条纹的都有。这个痰湿之气啊，不仅如此，还会是聚在我们的腿和我们的脚底。这个时候你会明显的出现上面热热的，下面没有温度。有的朋友还会感觉到，比如说我们有痰啊、想往外吐啊，这些都是痰湿之气在里面。所以说它一层一层的，我们以前人说啊，千寒易去，一湿难除，就是出在这里。那么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其实办法也是有的，而且这个办法非常的有用。是什么？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叫做湿气喜聚足底，涌泉为其泄口。涌泉通则湿气泄，阳气生；涌泉堵则湿气聚，阳气散。湿气和阳气本身就是一种对立的产物，它们相互制约。只要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阳给它扶上来，那么我们的湿就会慢慢的消散，就相当于太阳出来了，这些雾啊就不会存在了。如果我们的这个湿上去了，就相当于乌云密布，把阳光都挡住，你会发现阳没有了，这个湿气啊就开始到处捣乱。所以根本的原因，你要找到你的阳，把它提上来。你会发现在冬天的时候，很多人这个湿气啊一多了以后，到处就开始犯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冬天有一个词叫冬藏，阳都藏起来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更应该把我们的阳给它升上来。怎么去升？
并不是说让你去做动作，而是去用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是一个古法，而且非常的管用，叫什么？叫扶阳七君子。只要能把这7样聚在一起，把它贴在我们的脚底，每天晚上贴，它就能把阳气从我们的脚底打上去，同时把湿气给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请出来。这个方法非常的有用，但是呢，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做，因为自己去做确实难度太大。我直接把我们师门当中的成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，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师足贴，已经帮助了很多人赶走了顽固的湿气。这个上面就写着扶阳七君子，分别是老姜、艾绒、桂圆、花椒、桂枝、当归、丹参，这么7样组成了这个小小的一个足贴贴片。这个贴片呢，我们每天晚上就贴在我们的脚底涌泉之上，然后呢，睡醒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撕掉了。咱们这个贴片千万别小看它，里面是满满的中草精华，你轻轻的用鼻子一闻就能闻到这个味道，非常的浓郁。在我们的睡觉的时候，涌泉这个大门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七君子的力量给它吸进去，同时呢，聚在脚底的这些湿寒之气，因为抵挡不住这么强烈的太阳，就会从我们的涌泉当中流出来。所以我们当白天把它撕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上面沾着一层黑乎乎、黏稠稠的东西。我自己呢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啊，给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。当我第一天把这个扶阳七君子这个足贴撕下来的时候，上面就已经一层黏黏糊糊的，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原来我自己身体当中的湿气这么重，原来这个颜色会变得这么深。但是随着我每天贴、每天撕，发现上面逐渐的干爽了，颜色也变得一天比一天浅。随着颜色变浅，你会发现湿气只要没了，你的身体上面就有力量，整个人会感觉到有劲。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下午不午睡的，原来湿气重的时候，每天做一些事就感觉到累，下午必须要睡一觉。但是我贴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发现下午不用睡觉了，这个就是我很直观的一种感受。坚持一段时间以后，脚底上面就感觉热热乎乎的。其实咱们今天讲的这一套方法真的是非常的好，你把这一套方法用上以后，你会发现湿气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难以去除。我们其实很多朋友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，一定要记得选择对的东西，配合咱们今天的内容，一定会让你有一个新的改观，让你找到一种真正的捷径。好了，我把这个南师足贴放在我们的橱窗当中，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去下方直接获取。那么今天的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所有家人朋友的观看和支持，我是大伟，谢谢大家。